明明你工作最出色，看得最透徹，甚至在關鍵問題上總是对的，但在人群裡，你卻常常是那被隱形排擠的人。聚會時的玩笑不再帶上你，討論時你的建議總是遇到冷遇，甚至連同事的午餐邀約都刻意避開你。你以為這是因為你情商不夠，或者還不夠優秀，你甚至開始陷入嚴重的自我內耗，試圖改變自己去迎合大家。但事實恰恰相反，你正在遭受排擠，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更不是因為你情商低，而是因為你觸發了人類社交系統中最底層的防禦機制。今天我們不喝雞湯，也不教你所謂的高情商話術，我們將像拆解機械手表一樣，拆解這套折磨了無數高智商人群的黑盒系統。看透這套機制，你就能徹底擺脫必須合群的低級羞恥感。大多數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常識，聰明是一種絕對的社交資產，就像美貌和財富一樣，能直接兌換他人的好感，但這其實是一個致命的錯覺。在真實的社交場裡，高智力往往是一種社交負資產，它不僅不會自動轉化為他人對你的欽佩，反而會引發周圍人微妙的阻力、排斥和不適感。這種隔閡極其微妙，你很難抓到对方實質性的把柄，但你就是能感覺到那層無形的壁壘。為什麼會這樣？這就引出了我們要講的第一個底層運轉機制，我們可以把它稱為系統兼容度悖論。請記住這句話，群體的歸屬感永遠獎賞給最兼容的人，而不是最有能力的人。我們總以為社會是一個優勝劣汰的競技場，但實際上，人類的社交群體是一台以維持穩定為唯一目的的機器。這台機器極度依賴共同的假設、相同的步調和一致的情感節奏来運轉。當你是思考得更快、更早發現的模式時，或者一眼看穿那些沒有明說的潛規則時，你不是在幫這台機器提速，你是在破壞這台機器原有的運轉節奏。群體在潛意識裡追求的是熟悉感和絕對的舒適度，而你過於突出的智力直接構成了對這種舒適度的致命威脅。聽到這裡，你腦子裡可能在想，這也太扯了，難道大家都不喜歡有能力的人，非要喜歡蠢人嗎？別急，真正的運轉機制比你想的更冷酷。這就要說到第二個殘酷的真相，展現能力等同於破壞秩序。只要你展現出更敏銳的分析能力，哪怕你從來不去競爭領導的位置，哪怕你極力保持低調，你也已經在悄悄威脅現有的權力秩序了。因為人類的大腦有一個本能動作，比較。當你處理信息更快，表達更精準時，周圍人會在潛意識裡被迫重新計算，我還有沒有價值？我的發言权還在嗎？我還能不能保住現在的位置？這種內部的重新計算極其令人不適。為了緩解這種智力降維威懾，群體既然無法在能力上擊敗你，就會採用一種特殊的防禦機制，給你貼標籤。他們會說你冷酷強勢、較真或者想太多。這些標籤是群體的社交均衡器，他們通過刻意的冷暴力和疏遠來強行縮小你帶來的威脅感。像我這麼平庸的人，以前也被貼過這種標籤，曾經也陷入了很長時間的自我懷疑，直到我看懂這套反饋機制，才明白那些莫名其妙的敌意根本不是針對我個人的。這看似只是職場生存法則，但實際上它會蔓延到你生活的所有角落，因為這套系統還會懲罰你的另一個習慣，對正確的執念。很多高認知的人陷入了一個死循環，只要我一直做正確的事，大家最終就會接納我。但事實證明，越正確你越被邊緣化。為什麼？因為在許多環境裡，你的絕對正確直接映襯了他人的錯誤，這讓人感到智力被嚴重挑戰。每一個社交圈子都有大家心照不宣、相互妥協的默契。你總是指出真相，等於無情撕碎了這層裝糊塗的保護膜。在很多人眼裡，你那種不容置疑的正確性根本不是值得欽佩的品質，而是一種讓人窒息的壓迫感。你可能會想，既然指出問題會得罪人，那我不管別人，我只去深深地理解別人，做個傾聽者總可以了吧？這就是大众文化制造的最大的幻覺。真相是，被徹底看透帶來的往往是恐慌，而不是治癒。普通人在社交中极度依賴一層名為偽裝的面具來獲得安全感，他們掩飾真實的動機，把深層的自卑偽裝成盲目的自信，假裝看不見權力動態。而你那敏銳的洞察力就像一台高精度的 X 光機，當你把他們看得太透徹時，他們感覺到的絕对不是溫暖，而是底牌被一眼看穿的失控感。我为了掩飾這種緊張，他們會本能地對你產生排斥，以拉開安全距離。
因為被理解得太清楚，就意味着徹底失去控制。令人窒息的是，哪怕你為了避免衝突選擇閉嘴，情況也不會有任何好轉。對於高感知力的人來說，你的沉默震耳欲聾。當別人發現你話變少了，但什麼都看在眼裡時，他們會把自己的不安全感全部惡性投射到你的沉默上。哪怕你僅僅是在處理信息，或者只是在發呆，他們也會在腦海裡瘋狂腦補，你在評判他們，你在挑剔他們。一旦別人覺得自己在被評估，就會立刻開啟防禦機制。你明明什麼都沒做，僅僅因為你坐在這裡，就已經引發了群體的莫須有的阻力和不適。你可以不同意這觀點，但如果你是一個內向的高認知者，你絕對經歷過這種什麼都沒做卻被莫名孤立的場景。這種持續的系統摩擦最終會把你推向社交的最邊緣，你開始感到疲憊，於是拒絕閒聊，逃避毫無意義的聚會。這時候群體終於找到了一個最完美的理由來指責你，你太傲慢了。但認知科學證明，逃避淺層社交根本不是道德上的傲慢，而是生理層面的認知刺激閾值不匹配。高智商的大腦对信息的刺激要求極高，你尋求的是複雜性、細微差別和深度。日常的寒暄毫無營養的八卦，對你來說就像是在掘木頭，極度消耗精力。你退出這些交流，不是因為你看不起誰，僅僅是因為你們在認知需求上發生了徹底的錯位。把這種自我保護的邊界感當成自己的性格缺陷去自責，是你對自己最大的能量消耗。為了尋找能滿足刺激閾值的交流，你可能會傾向於探討深度問題，喜歡不斷追問為什麼。但在群體的黑盒系統裡，這更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因為高智商的求知慾在群體眼中是一種真實的政治威脅。每一個社會環境都建立在一些未經審查的共同虛構上，這就是我們的做事方式，這人理應得到尊重。當你出於純粹的邏輯去深究底層的為什麼時，你暴露出的是這些群體共識中的巨大漏洞。在權威眼中，這就跨越了學術探討的邊界，變成了對既定規則的挑釁。質疑底層假設就是質疑權威本身，所以為了維護現有的權力秩序，群體必須對這種敏銳的分析能力進行打壓，把你排擠到邊緣。到這裡，我們已經把這套排擠你的社交系統徹底解剖了。你看，這一切都是機制運轉的必然，沒有任何玄學。所以今天我們要完成最後一步，把被討厭從你的自我懲罰機制中徹底解綁出來。請深深記住這個真相，被討厭不是你的失敗，而是群體的恐懼。被群體排斥不代表你是一個壞人，不代表你情商低，它僅僅代表一種屬性的物理差異和系統錯位。你是平庸群體的照妖鏡，你的存在打破了他們低能量運轉的舒適區。他們對你的討厭本質上是出於對未知和改變的恐懼。某種程度上，這種排斥恰恰是你能力與敏銳的反向證明，因為一個平庸的零件是不足以對整台機器的現有秩序構成威脅的。所以停止你的低级自責，不要再為了擠進一個不兼容的低配系統去強行降低自己的認知分辨率。當你不再把情緒撫慰和表面和諧置於真相之上時，你會發現孤獨不再是一種系統懲罰，而是你奪回生活控制權的最佳切入口。至少在我的認知裡，當你真正接納了這種不可逆的差異後，你才會停止向下兼容，並最終吸引到同等分辨率的人。這裡是 Skyler 的認知空間。如果你也曾在這套系統裡卡住，把這期視頻分享給需要它的人。我們下期繼續拆解世界的運轉機制。